戚薇自曝与李承铉吵架时受伤，男方还在医院发疯。得知事情真相后，却叫人哭笑不得。相信在不少人的记忆中，戚薇和李承铉一直都是十分恩爱的模样，哪怕在录制节目时也依旧如此。不过近期，戚薇录制某档节目时，却突然自曝与李承铉曾爆发过一场争吵，甚至还因此发生了意外。起因是李承铉停车时发现停放的位置并不妥，于是准备挪一下车，可戚薇却在此时发现他并没有关好车门，于是就跟他说先别挪，关好车门再挪会更安全些。对此，李承铉虽然听了进去，但是却没有及时回应，以至于戚薇还以为他是把自己的话当成了耳旁风，准备上前动手关完车门后再与其慢慢算账。然而戚薇的手刚过去，车门也在此时由于惯性砰的一声关上。就这样，戚薇的手指骨折，两人赶忙动身前往医院。然而在去往医院的路上，戚薇是越想越气，最后还直接用脚狂踹李承铉的椅背。好痛！所以我手看起来已经不是手了，肯定要去医院嘛。我就把车门一关，他在前面什么话都不讲，然后我这时候就发疯了，然后我就疯狂踹他，以为疯狂踹。好不容易折腾去了医院，戚薇疼得坐在一边哭，李承铉则是帮忙挂号。只不过彼时的他似乎是忘了自己根本就看不懂中文，然后就跟无头苍蝇拦住过去说。这里挂号吗？这里挂号吗？这里挂号吗？没有。这可以挂号吗？这是我汽车窗户，这小卖部。然后他就整个所有都要问，全部都去问了一圈，都没有办法挂号。最终在几经折腾都没有找到挂号处后，李承铉彻底崩溃，直接在医院大厅发疯大吼道：“然后轩哥他在大厅里面发疯了，到底在哪里挂号啊？”虽然后来经过治疗外加一段时间的休养，戚薇已经没什么大事，甚至后来还把这当成是一种笑料讲给他人听，但此事还是让李承铉觉得十分愧疚。自此之后，对老婆也更加上心。有这样一位对自己体贴又上心的老公，也就不难理解戚薇当初为何会有底气当众说出这番话了。我觉得结婚比谈恋爱更好。同样都是明星 cos 游戏人物，为何赵露思让人感到失望，戚薇、李承铉却能获人好评？近日，娱乐圈突然掀起了一阵 cos 风，前有关晓彤 cos 孙尚香，后有赵露思 cos 格温。戚薇夫妇 cos 花木兰、兰陵王，带给人们视觉震撼的同时，也引发了不小的热议。其中呼声最高的莫过于赵露思和戚薇夫妇。先说戚薇夫妇，此次他们除了在服装、妆发上力求还原游戏中的设定外，在道具、背景等方面也都下了十足的功夫。总之，让人看完后仿佛置身于游戏之中，甚至还有人直呼两人就是天选兰陵王、花木兰。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赵露思 cos 的格温。尽管赵露思自身颜值已经相当惊艳，苗条的身段更是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格温的美丽与力量，但其中还是有2点不足，引得不少人对其直呼失望。首先是他没有佩戴原角色标志性的假发，让人觉得他这是对角色的不负责任和不尊重，让其失去了灵魂。要知道 cos 界大佬卡琳娜不戴假发都难逃被人们指点教育，更何况是赵露思。其次则是赵露思穿的裙子与角色裙子呈相反状态，让人觉得她作为一个演员不该犯这种低级性错误。更为让不少人感到反感的还是他团队里带头当黑子，造型设计没弄好也就罢了，视频文案也都格格不入，甚至后期一直删评，却不做出整改回应的态度，也让不少是露丝粉丝但也混 cos 圈的人感到寒心。只希望有了这次翻车经历后，赵露思以后再 cos 游戏人物时，团队及本人都能专注一些，避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。看到陈小春怎么也记不住李承铉名字的这一刻，暴露李承铉的尴尬之处。记得李承铉有主动来找你搭话。谁啊？李承铉。李什么？李承铉。李承铉，什么铉啊？李承铉，李泽峰那个。不，李承铉 OK。眼前这一幕发生在某档音乐类综艺节目中，彼时主持人问陈小春还记不记得李承铉曾主动过来找他聊天，也不知是他年纪大了还是李承铉名字太绕口，他让主持人重复了4、5遍才记住。不过可别以为这样尴尬的事情就发生了这么一次，哪怕后来两人已经合作过，陈小春也依旧没记住李承铉的名字。承铉就是他老婆是戚薇。OK。陈铉是谁啊？就是那个很会跳舞的那个陈铉，跟我一队的，头发长长的。
李承铉，对，李承铉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其实两人早在15年前就已经有过交集。当时李承铉还没认识戚薇，也没被太多人所熟知。首次登上舞台表演时，对面评委席中坐着的就是陈小春。如今这么多年过去，陈小春依旧对他没有半点印象，直至旁人提示他老婆是戚薇，陈小春才终于想起。其实也不怪内娱不少明星对他不熟悉，毕竟他本来就是美籍华裔，再加上与戚薇结婚后，他便果断舍弃了自己的事业，专心在家做起了家庭主妇。尽管在此期间他遭受过众多流言蜚语，但好在后来他还是挺了过来，并且靠自身在各种亲子唱跳类综艺中的出色表现，逐渐被人们熟知起来。虽然每次露面时李承铉身上都带着老婆戚薇的标签，但对此他也毫不在乎，反而还大大方方的请老婆为自己的舞台演出提出建议，并及时做出整改。我们是需要选一个 solo 歌，选到了这首歌，首先歌词对我来说是一个大的挑战，是的。然后我老婆是已经看过我很多不同的版本，包括很多的小细节的处理，怎么表演这首歌会是最佳的一个方法，一个状态。对，所以他很清楚，每一个点，对，眼睛也是他的想法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后来李承铉才能凭借那首低音炮版的《天上飞》成功出圈。不得不说，这种互帮互助、互相成就，才是夫妻之间最佳的模样。